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但我要改变国运，让八方来和，万国来朝，为大明再续命300年。张维贤又提出希望陛下巡视经营来检验成果，并以此为契机对魏忠贤的内操军进行实战考验。在宣布参与演武的军队具体安排后，崇祯皇帝和英国公之间的相互试探达到了顶峰。下朝后，崇祯接过密封的情报简报，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可以一举改变很多事情。情报显示，秦良玉的军队正向京城进发，3日内到达。崇祯既惊喜又急切，他似乎找到了军事上的支撑。这支军队能大大增加皇帝自己的掌控力，从而反击内外的敌对力量。他立即下令准备好酒好肉，准备犒赏忠诚且即将到来的白杆兵。同时，崇祯皇帝的心中也孕育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紧急召见英国公，进一步探明其真实意图。最终，在张维贤的坦白承诺中，两人达成了默契。崇祯皇帝以国家未来和张家荣誉为慰藉，说服张维贤全心投靠皇室，将来只要张家不再做出破坏行为，皇帝自己也会保其家族地位安全。随后，崇祯帝神情肃然召见了魏忠贤，话语间将对内操军的期望和要求逐一道来。他希望内操军在此次军演中表现出色，为皇家赢得威望，也要求所有高级将领观战，以汲取经验。魏忠贤则审时度势，提议由图文甫统帅内操军，他则在旁观摩学习。这一决定获得了皇帝的认可。退朝后的崇祯内心的纠结如同此刻的寒风，矛盾交加。他既要与魏忠贤同台演戏，维持表面的和谐，又暗中筹划着如何彻底铲除宦官势力，以天启皇帝遗志正本清源。紧张的国局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有危险，也蕴藏着机遇。阉党的各个力量虽然不容小觑，但他借助于自己的权威，有信心能使这些力量消散如烟。为了不失先机，他还制定了详细的预案，密切监控东厂等未能控制的力量，防备魏忠贤死忠分子的孤注一掷。而京城的百姓们则对即将来临的经营与内操军的军演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各种议论和猜测在街头巷尾蜂拥而至。他们争论着两军的实力，比较着各自的优势。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场演武背后隐藏着的暗流涌动，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天空乌云密布，一股悄然的紧张在北京城弥漫开来。市井中的老百姓和平日里喧哗的士绅们都在嗡嗡议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白杆兵竟然离京不远了。这一天，北京城的气氛和往常大不相同，消息传递的速度比任何一次都要快，以至于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市井流言者，都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所有能够得知消息的官员几乎都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大军靠近，而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想要去皇宫求证。然而，崇祯帝的安排早已如铜墙铁壁一般，令所有想要挪动的人马无法行动。武城巡城司的巡夜人迅速行动起来，按照李大人严格的命令，将所有夜间出行的大臣们毫不留情地拦下。被拦回的大臣们内心的愤怒和不安像火山一般蓄势待发，而他们连发泄的机会都没有。城中议论始终如潮水一般不断蔓延，直至天亮，朝官们终于等到上朝的时间。一到午门口，所有大臣震惊地发现，他们竟然是第一时间到达。所有人几乎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昨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崇祯皇帝面对内阁师凤来对秦良玉的弹劾与质疑，神情冷静。他一声怒喝之下，群臣瞬间变得默不作声。他明示出来，他的权威不容任何挑战，无论这挑战来自于党派之争，还是任何一个个体。在皇权和天下的争夺战中，崇祯表现出了绝对的决断力和手腕。东暖阁内的崇祯帝平静地等候着，白杆兵即将入京的消息仿佛成为了他权力游戏的最后一枚棋子。王承恩回报，白杆兵已经迫近北京城，即将到达。这个战术部署得宜的棋子，为崇祯帝提供了他渴望的力量平衡点。此刻的白杆兵不仅仅是一支军队，更是崇祯帝手中抓牢了大明未来的杠杆。为了确保一切能够顺利进行，崇祯下达了一系列敏捷又严厉的命令，无论是李若莲还是李邦华，都被赋予了关键性的任务。他们将成为确保京城安定以及接下来清算的关键。在皇极殿，群臣内心的震惊和恐慌远比外表所表露的要多。阉党的人脸色苍白，他们在政治漩涡中挣扎，摇摇欲坠。而东林党、浙党等一系列党派，他们的傲慢和自信在这一刻彻底粉碎，知道再无丝毫逆抗的余地。原来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们，此刻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只能在命运的屠刀下等待最终的裁决。而像司礼监、御马监这样的宦官掌控区，更是成为了清算中的重点。崇祯掀翻了这些腐朽权力的摊子，直接下令取缔。方正化闯入司礼监，将掌印太监、文书等36人擒拿，
以陛下口谕之名斩首司礼监权臣。他进一步到御马监揭发刘英坤等贪污叛逆，刘英坤奋起反抗。御马监内，方振化的锦衣卫凭借出色的战斗力与守卫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方振化不留情地剿灭了御马监的反抗，声势浩大，血流成河。方振化坚决夺取兵符火牌，确保对军队的掌控。崇祯对方振化的行动表示满意，命令他整顿藤乡4卫，准备围剿内操军大营和锦衣卫。为此，崇祯还发布了2份圣旨，要求各方势力投降，否则格杀勿论。方振化随后与一队锦衣卫前往金台坊，准备消灭叛逆。在北京城戒严的背景下，武城巡城司和顺天府的力量也加入了行动，共同执行清剿任务。在北京金方台，藤乡4卫的驻扎地大营门口飘扬着2面巨大的旗帜，一面绣着虎头，一面绣着名字。大旗下，方振化携着圣旨，临阵磅礴地宣布：“陛下命我前来传旨。”速速打开营门，通知4卫指挥，指挥同知前来接旨。守卫高声拦阻，但方振化冷漠地扔出腰牌，宣称自己是陛下常侍。守卫不敢怠慢，纷纷将路口的巨马桩拉开，畅通道路。藤乡4卫的大帐内，藤乡左卫指挥使孟全舟率众迎出。方振化神情淡漠，挥舞圣旨，指责武乡右卫的指挥使周斌叛逆，命锦衣卫拘捕。混乱中，藤乡右卫、武乡左卫纷纷接到命令，展开行动。箭雨中，周斌及其手下被射成筛子。方振化临时任命孟全舟兼任武乡右卫指挥使，于明为拿武乡右卫，王琦奋兵包围各处所，稳定了藤乡4卫的局势。在混乱中，方振化离开前留下一番话：城中戒严，无法离开。陛下缺银子，自行决定吧。孟全舟等人为方振化的言辞所惊，但明白陛下的决心。后续中，他们积极安抚军心，整顿各卫，并思考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李邦华主持下，各位指挥使齐聚兵部衙门，被迫面对陈询，谁投靠了魏忠贤？21位指挥使纷纷改变脸色，对新任的兵部主事人李邦华心生不满。李邦华突然放下茶杯，扫视众指挥使，最终锁定了其首位的指挥使吴长卿。吴长卿被点名后，脸色顿时阴沉。李邦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李邦华冷笑，听不懂。21位指挥使中，我为什么第一个点你的名字？你心里没数吗？说罢，他下令将吴长卿拖下去，准备进行体罚。吴长卿怒斥李邦华，然而李邦华不为所动，宣称自己是兵部左侍郎，占领兵部，拥有权力处理军务。他威胁吴长卿等人，若不配合，揪出魏忠贤的内应后，就会以谋逆罪论处。4名锦衣卫进入大堂，李邦华威胁道：“吴大人，刀剑无眼，别让我们为难，请吧。”吴长卿无奈，被拖出去接受惨烈的体罚。随后，李邦华再度冷漠地面对其他指挥使，逼迫他们举报内应。众人无奈，纷纷写下名单。时间一过，锦衣卫收走了这些文书。李邦华表示给予指挥使们一定的自由，但警告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和家人开玩笑。李邦华则将这些文书呈交给崇祯。崇祯深感震惊，对于这些背叛的将领表示愤怒。他只是暂时不动，等待方振化搞定城内其他武装力量后再行动。方振化返回后，报告了内操军大营的情况。他成功传达了崇祯的旨意，内操军大部分投降，城内其他武装力量也已得到控制。崇祯对此欢呼雀跃，魏忠贤已经完蛋。他嘱咐方振化通知英国公准备行动，务必将损失降到最低。明日一到，大明的党争将尘埃落定。崇祯迈出东暖阁，注视着金营驻扎的方向，心中喃喃自语。乾清宫、坤宁宫一带，锦衣卫身穿明盔甲，在冬日的寒风中如青松纹丝般稳固。城外，金营大营，中军大帐，英国公张维贤主持会议，心腹将领焦急不安。张之吉发问陛下能否掌控城内局势，张维贤冷漠回应：关键是拿下魏忠贤和6000内操军。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随后一人进了大帐说道：传陛下口谕，城内已定，全力拿下魏忠贤和内操军，将损失降到最低。接着，英国公的计划开始展开。张之吉等人以商量演习为名，引魏忠贤进入大帐，制服了魏忠贤亲信。随后，魏忠贤被带往内操军营。大帐外，英国公指责内操军将领陷害忠良，向他们描述了金营的武力和兵力。在英国公的威逼利诱下，内操军开始选择投降，放下武器出来。他们面对着无法逃生的现实，接受了英国公的条件，只希望能够保全性命。张维贤最后给了魏忠贤一个机会，去劝降图恩府，表示会向陛下求情，给他一条生路。整个场面紧张而悬疑。张之吉对父亲的行为感到疑惑，不解其中原因。张维贤表示，
魏忠贤是悬在百官头上的一把刀，绝对不能留活口，必须斩草除根。随着一声令下，大营内的实心弹和万人轰然而至，让曹军营帐摧毁，马嘶声混杂于轰鸣之中。随后，1000长枪兵奋勇冲入大营，迅速清理残敌。张维贤下令清点魏忠贤和屠文甫的首级，他打算通过相互举报，查出魏忠贤的同党，斩草除根，确保不再留下隐患。张之吉接受父亲的命令，带领手下将首级清点并进行审讯。张维贤则独自进入北京城，直奔东暖阁，向崇祯汇报整个过程。崇祯对魏忠贤的死感到不满意，但最终选择了默许，同时安排了犒赏白杆兵的事宜。在崇祯的安排下，白杆兵成功入城，崇祯在正阳门外亲自迎接。他穿上了华丽的盔甲，豪气十足，心中对白杆兵的期待油然而生。承天门广场上，崇祯皇帝亲自颁发封赏，为秦良玉及其子侄将领们赋予了丰厚的奖励。白杆兵的每一个人都被崇祯关切地瞧着，仿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大明的希望。首先，秦良玉被封为忠贞侯，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位被单独立传的巾帼英雄。这个爵位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更是对他一系列战功的凭证。而被授予定国将军的头衔，则是对他在北上援辽、荡平流寇中所展现的勇武和领导才能的高度认可。崇祯还特别提到秦良玉的子侄及将领们对他们的英勇善战、建功无数表示高度赞扬。马祥林被封为昭义将军，表彰了他凶罗经史、英勇善战的才华。而秦义明、秦拱明、秦左明、秦作明则被加封为信武将军。崇祯将他们视作大明年轻一辈的楷模，充满期望。除了封赏的爵位，王承恩还颁发了圣旨，将半年的军饷加赏给白杆兵。这份奖励虽然并不是巨大的财富，但对这些白杆兵们来说，却是一份难得的感激之情，让他们在朝廷的眼中得到了实质性的认可。而崇祯在广场上的慷慨激昂的讲话，更是为封赏增色不少。他对白杆兵的战功表示由衷的感谢，并敬酒赞颂他们是大明最可敬的一群人。这一番言辞不仅让白杆兵备受鼓舞，也在广场上掀起了一阵高潮。然而，崇祯并未就此结束，他突然间提到自己还有话要说，引起了在场众人的关注。260年前，太祖振兴大明，保太平，建立国基，然后成祖奋力北伐，保百姓平安。如今，我们面临建奴的威胁，大明陷入危局。但我有一个梦想，梦想着大明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敌寇尽平，国泰民安。这或许是一个艰难的目标，但我们已有开始。崇祯皇帝站在承天门前，激励将士们誓言踏平建奴。在这里，将士们放下了繁重的战务，享受着火堆旁的美味。他们心怀对家国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坚定地回应着崇祯的呼唤。杀！杀！杀！呼号声在夜空中回荡，将士们义愤填膺，愿为大明而战。崇祯的言辞虽然有些过于激烈，但在这个时刻却成为了鼓舞人心的力量。白杆兵的将领们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崇祯，让建奴付出代价。崇祯带着将领们在承天门广场上共进午餐，展现了与将士们一同分享喜悦的态度。夜深了，崇祯回到东暖阁，他在清水中沐浴，感受到一阵清爽。然而，面对阉党的处理问题，让崇祯陷入沉思。杀人固然能除去隐患，但又会导致官员短缺，朝堂运转困难。崇祯下令通知将领们，明日早卯时刻到东暖阁商议重要事宜。同时，他要求将今天的演讲和诗歌印刷出来，让整个城市都能看到，唤醒人们对大明的信仰。